我真的不建议外国人在中国自学汉语。我公公在中国瞎学汉语翻车，一个粉丝当场翻脸。要不是我出面好好解释，俺家就塌房了。我公公这个加拿大老头来到中国以后，对一切都有一颗旺盛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，别人说啥他都想学，想学呢又不会跟周围的中国人沟通，只能求助于另外一个外国人。这一瓶子不满给半瓶咣能当老师，教学成果是啥样呢？你们看一下公开课吧。我们去吃饭，上了一道羊蝎子，大胖媳妇就想跟他爸显摆自己熟悉每一道中国美食，就问我羊蝎子。张是眼然后他呢又去教他爸，离他爸一共2米远，路上背了6遍羊蝎子羊蝎子羊蝎子。但是啊，这外国人背汉语词儿，他必须得一气呵成，一旦打岔全计算。这是火箭子I like good dress。我靠，火箭子。还有呢，我们家前阵聚餐，我二姨夫老姨夫跟布莱恩喝酒，我二姨夫看布莱恩喝得太慢，就跟布莱恩说：“来，走一个，你得走一个。”布莱恩就问大胖媳妇：“这啥意思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走一个就是让你快点。”布莱恩说：“所以中国人想让你快点，就说走一个。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当然不是，只有东北人。”布莱恩对于这个新词儿跃跃欲试啊，到处找机会用，但最贴切的使用还当属布莱恩尿急那一回。揉一个，拿铁，揉一个，拿铁。你都啥样了？我还没有拉完呢。大本给我关上！我真舍不得布莱恩走，他很喜欢中国，我还想带他旅游呢，但他后背有伤，坐飞机挺痛苦。我给他准备了 BKT 护腰坐姿椅 Plus 版，加大加宽，专为大体重人群研发，采用人体工学设计，坐下自然贴合腰背，像有双手托着一样，缓解腰背空缺压力，随时随地护腰。但是这老头也真给我惹祸呀！你发现没？当一个人学外语的时候，好词儿他不爱学，就爱学那些损词儿，才能显得自己学的地道。在东北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大胖媳妇跟我爸关系很好，因为他嘴甜，会捧臭脚。今年过年喝酒，大胖媳妇跟布莱恩夸我爸，那夸上天了都，说我老丈人大作家，一年呢写900多本书，你让他现在给你写个书法，那你回加拿大过海关你都得报备，因为你携带文物。我爸听了那就高兴，但有点不好意思，就跟大胖媳妇说：“你滚一边去。”大胖媳妇一听，滚一边去，跟布莱恩说：“听着这个词儿没？每次我老丈人一说滚一边去，就说明我夸到了他心趴上。”布莱恩说：“那滚一边是啥意思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实话实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大差不差，就是人被夸的时候表达一种窃喜吧。”离别之时啊，布莱恩就开始瞎用。我爸说：“布莱恩，你一定要再来啊！中国人民都很喜欢你。”我厉害呀！我爸问我他说的啥？我说这是法语。回到北京，我们去了博物馆，到那儿布莱恩也参与了中华传统文化小课堂，模仿古人做壁画。这时候有个粉丝认出来他了，你画的这也太好了。滚一边去！大胖媳妇儿带着他加拿大的老母亲去体验了一下北京老胡同，结果被后海区人力车夫拉进了永久黑名单。到了后海，温迪见到了人力车，没见过呀，嗨起来了，要乘车。拉车师傅离远看，一金发女郎远远走来，看着挺年轻的。温迪过去说：“我可以吗？”师傅是个老北京人，上来吧您。温迪说：“那我可以带着我的儿子一起乘车吗？”师傅说：“行啊，上来吧。”温迪一回头，儿子过来，儿子就过来了。师傅大受震撼，这不行，这不成。温迪说：“你说的我可以带儿子，来，儿子上来。”然后后海之行就开始了。师傅蹬了不到20分钟，蹬抽筋了，回头跟他娘俩说景基本就是这样，该看的都看了。大胖媳妇说：“这个海我光看后边了，还没看前边呢。”师傅说：“这个海只有后边，没有前边。”温迪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师傅说：“因为它叫后海，温迪说：“那时间上还差12分钟呢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在这个后海观光可以差时间？”师傅说：“因为后海也叫什刹海。”然后师傅就开始解释说：“我吧不是说不拉您，我是拉着你们娘俩我蹬不起来，您知道吗？我这5点钟交车，我就是现在折返我都来不及了。我这不交车人给我罚款。”一听罚款这个词儿，温迪抽了。什么罚款？我说温迪啊，温迪，冷静，呼吸，罚他，不罚你。大胖媳妇说：“你还不了解他们，他就听了罚钱这个词儿，一听着钱从兜里掏出来，这个动词他就要嘎，重度焦虑。他不管是谁的兜，这么说吧，就是国民消费总值每1块钱的涨幅，都是从我妈命上压过去的。那英国女王在世的时候，明明有马，又买了一匹新马，跟女王3月没说话。然后温迪就说：“师傅，赶紧5点之前杀回起点，我可以下车，你别被罚钱，赶紧回去。”师傅就说：“真不是我不拉您，主要是您说您有一儿子，我心说也成，谁成想，嚯，太大了，您这儿子太胖了，您儿子，您让他下来，我管他叫爸爸。”大胖媳妇在后边。我呀，温迪冲他儿子，都不是你的错，你太沉，让人家罚款，去，你拉师傅走。于是大胖媳妇和拉车师傅对调，把他的母亲和拉车的师傅拉回了原点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劳驾，您呢？师傅坐在车上，旁边坐一温迪，旁边别的师傅路过，他还跟人解释呢。真没
没辙，这儿子太大了，这儿子太胖了他。回来之后，温迪被刺激了，就非常不理解，说我在加拿大是 XS， 我是小号，怎么在这儿就被识别为胖子了呢？于是开始疯狂锻炼，拉着他儿子把能用的健身器械全用上了，天天练。他俩虽然都用，但是都胖了。儿子是所有健身器材都躺着用，不好好练；妈妈是练是好好练，练完吃一桶冰激凌。所以不怪这些器材，器材是好器材。所以我现在就要把这些健身器材都放闲鱼上卖了。我看很多人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，幸亏有它，什么电子跳绳、筋膜枪、什么滑雪机、什么这个呼啦圈，还有这3个肌肉大胖媳妇婀娜身姿的开利德，10几样，通通10块钱出掉，全部断舍离。上闲鱼搜张彩玲就可以带走这些科技与狠活。我告诉你们实话，为啥要卖啊？这是我爸让的，我爸受不了了。我爸天天早上做饭，他就在门口练，给我爸整的怪不好意思，进厨房都不敢出来。温迪还经常拉着我爸说：“哥哥 ，come on，要不要跟我一起锻炼 Guga, come here, join me. Brian, Brian. 我爸说不搞这个，不搞这个。不搞这个，不搞这个，不搞这个。一个混血孩子告诉邻居他家来了3个外国人，给我逗稀了。都是你家人吗？我家来了3外国人，说实话是这样子，我爱看男人，你不也是外国人吗？我不是外国人，你是外国人，你不是外国人吗？你生啥气呀，张大体，人家说的也没错。我不是外国人，你是外国人。You are half Canadian。你不要说话了。张大姐虽然不太适应家里来了外国人，但是她居然能成功的把外国人洗脑。跟你说一下这过程啊，我婆婆小姑子他们来，第一个事儿就是要看长城。他们来的头一天呢，我妈刚走，我妈不是有点烦温迪吗？就有点小心眼儿。然后知道他们要来看长城，我妈就告诉拿铁早达，你俩就教这仨女的唱一首歌，叫《亚洲雄风》，一定要在长城上给他老唱。然后从他们仨落地中国的这一秒，孩子们就开始了洗脑式教学。然后我们就上车了，幸亏咱开的是 IMV Plus 区，全家都能坐下，要不还得辆车。登上长城，早达让我给他姥录个视频。于是《亚洲雄风》这首经典名作，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被4个加拿大人嘹亮的高歌。我们亚洲山水更的头。那仨人虽然听不懂，但是吧，他特别洗脑，以至于我在景区上厕所的时候，听见隔壁的温迪已经开始哼哼这首歌了。然后我们是提前买了缆车的票，但是中国人可以直接刷身份证过去，外国人的护照刷不了。他几个被扣留在闸机旁边，等着换纸质票才能进。张拿铁呢，因为是儿童，票挂在了他爸名下，莫名其妙从中国人群中给摘了出去，扣在了旁边。张拿铁非常不高兴，人家工作人员说身份证直接过，护照的都搁这等着。张拿铁咆哮了：我不是喝的，我有好渴，我有好渴。我呢，本来想给温迪报个团，人家有英语团，他说不用。我说那租个导游的耳机，我拿钱，他嫌贵也不要，说随便跟着一个团走就行了。我说蹭团这个事儿你不要那么明显，他说行，我懂。结果1分钟就被人发现了。当时我们周围有4个团，这仨女的直勾的非蹭一个导游，薅羊毛非可一个薅的那个导游要是不撵他们，自己都不好意思。然后前边那个导游在那讲解说10步一回首，看看祖国大好河山。温迪听不懂，问他那个汉语科1都没过的儿子，在大胖媳妇的翻译下就听懂一句10步一回首。温迪记住了，领着俩女儿一直回首，还特别精准，数10个数一回首，数10个数一回首。后边人以为温迪认识他呢，结果下长城就落枕了，妈，回走这路上给大伙热的呀！我提前预约了空调模式，现在车里老凉快了，车里边随便玩，车外边随便照。平时大胖媳妇自己开这个 IMV Plus 的时候吧，都是开这个 Sport 模式，享受速度与激情。这次我让他打开 Normal 模式，更平稳。这车不错吧，温迪？不错。高兴。最后下长城之前，他们看到了一个长城纪念款雪糕，为了跟他们加拿大的友人显摆，他们都想买了拿着照相，一问价22块钱一个。最后穆赫兰家族4个人众筹购入雪糕1枚，各种自拍，各种发。最后长城雪糕轮了一圈，到了张拿铁手里，化干净了。挂过。